你好，欢迎回到深入历史。今晚我们来聊聊五代十国时期的一位异类——吴越国末代国王钱弘处。中国古代的亡国之君往往是一个连呼吸都有罪的群体，他们要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被打上荒淫无道、横征暴敛的标签，要么如李煜那般留下几首泣血的绝命词，在同情与哀叹中惨死。但钱弘处却是个罕见的例外，他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五代十国那个道德沦丧的修罗场里唯一一个几乎没有被后世痛骂的亡国之君。他主动交出国土，解散军队，把百年基业拱手让人，换来的却是千年不绝的香火，甚至被江南百姓视作保全生灵的活菩萨。他究竟是个怯懦到极点，只求苟活的软骨头，还是一个参透了时代死结、以身饲虎的殉道者？要看清这张善恶同体的面孔，我们必须先把时针拨回他人生的起点，去看看那个在乱世里从未想过要坐上王座的少年是如何被命运一步步推到悬崖边的。钱弘处是吴越国开国君主钱镠的孙子，第二代国主钱元晓的第9个儿子，生母是地位不高的妾室皇室。在嫡庶尊卑分明的年代，庶出的第9子本就与王位无缘。他的少年时光大多在佛经与笔墨中度过，性情温和，甚至带着几分不谙世事的怯弱，和那些弓马娴熟、争权夺利的兄弟截然不同。成年之后，他被派往台州做刺史，远离了杭州的权力漩涡。台州天台山是佛教天台宗的祖庭，在这里他结识了高僧德韶，终日听禅诵经，几乎把自己活成了半个方外之人。那时的他最大的心愿不过是在这乱世里守着一方小天地，安稳度过一生。可公元10世纪的中叶是一段人命贱如草芥的岁月，容不下任何人的安稳。放眼中原大地，皇位就像一张带血的流水席，谁手里的刀快，谁就能坐上去吃2天。半个多世纪里，中原换了5个王朝，14位君主，其中8位死于兵变与篡位。军阀将领们信奉的唯一真理是：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在这种系统性的崩坏下，皇权不再是神圣的象征，而是君权脚下的玩物。偏安东南的吴越国虽然靠着大海和钱塘江勉强维持着富庶，却也无法逃脱这种时代的诅咒。吴越国疆域狭小，三面被强敌环伺，北有中原王朝，西有南唐，南有闽国，根本没有逐鹿天下的资本。到了钱弘处的哥哥吴越国第3任国主钱弘宗在位时，国家真正的权力早已落入了一批骄兵悍将的手中。其中最令人胆寒的便是手握宿卫兵权4朝元老胡进思。胡进思是个在死人堆里滚出来的老将，从钱镠时代就征战沙场，蛮横跋扈，连国主都不放在眼里。年轻气盛的钱弘宗受够了这种傀儡般的屈辱，试图暗中策划一场清洗，夺回属于王族的权力。这本是一场想要夺回尊严的逆袭，可在那个军阀嗜血的年代，没有绝对实力的愤怒只是加速死亡的催化剂。胡进思提前探知了国主的杀机，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带着重甲步兵踹开了王宫的大门。铁甲摩擦的刺耳声和杂乱的脚步声撕裂了江南水乡的宁静。几百名杀气腾腾的士兵将还在夜宴饮酒的钱弘宗死死按在地上。没有诏书，没有审判，甚至没有多余的废话，高高在上的国主在一瞬间沦为阶下囚。当晚，整座王宫被鲜血和恐惧笼罩，内侍们被斩杀在廊下。终于，钱弘宗的大臣被连夜抓捕处决。冰冷的雨水混着血水漫过了王宫的青石板路。就在这片肃杀之中，远在台州的钱弘处被一群举着火把、刀刃上还滴着血的士兵星夜兼程带回了杭州，从睡梦中硬生生拖了出来。这个常年沉浸在佛经里，从未涉足过权力核心的少年，
被人架着穿过倒满尸体的宫廷回廊，火光照亮了他惨白的脸，耳边是士兵粗重的呼吸声，鼻尖是挥之不去的血腥味，而站在他面前的是如同地狱修罗一般的胡进思。胡进思需要一个具有前世正统血统的傀儡来堵住悠悠众口，稳住吴越的局面，而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柔弱可欺，还远离权力中心的庶出王子，就是最完美的猎物。一把还带着体温的带血钢刀被扔在了钱弘处的脚下，胡进思用阴冷而充满压迫感的目光盯着他，粗暴地要求他立刻登基。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黄袍加身，钱弘处的反应成了他一生命运和心理底色的缩影。那个深夜的摇曳火光下，面对逼宫的乱军，他伏地大哭，苦苦哀求胡进思不要伤害自己的亲生哥哥，甚至连连推辞，说自己无才无德，难以胜任，请求让哥哥复位。这眼泪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那是一种对随时可能人头落地的透骨恐惧，是对眼前这场骨肉相残的惨剧的本能抗拒，更是一个从未想过要坐上王座的人被强行推到悬崖边的无措。但这眼泪背后就没有一丝对权力的妥协与冷酷吗？在那个冷风如刀的深夜，钱弘处面临着一个残忍到极致的选择，要么像个真正的勇士一样捡起地上的刀，为了捍卫哥哥的合法地位和王族的尊严，痛斥乱臣贼子，然后被胡进思当场乱刀砍死；要么低下头，踩着哥哥的政治尸体，坐上那把沾满亲人鲜血的金交椅。他选择了后者。他的大哭与哀求或许带有几分兄弟情深的本能，但更多的是一种向屠夫展示自己毫无威胁的求生姿态。他太清楚这个时代的规则了，反抗就是死，只有活着才有一切可能。当他最终半推半就地披上那件象征权力的王袍时，他其实已经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心理异化。他接受了那个血淋淋的时代潜规则，为了活下去，底线是可以被击穿的，尊严是可以被践踏的，哪怕代价是眼睁睁看着骨肉至亲被软禁在幽暗的高墙之内，永无出头之日。他和胡进思定下了唯一的条件：登基可以，但必须保全钱弘宗的性命，此生不得加害。胡进思答应了。黎明到来时，吴越国换了新的主人。20岁的钱弘处坐在王座上，底下的群臣叩拜山呼，可他感受不到丝毫的荣耀，只有如芒在背的刺痛。因为那个把他推上王位的造王者胡进思正带着兵器站在殿侧，像看一件战利品一样看着他。从这一天起，钱弘处戴上了一副厚重的面具，在外人看来，他是个任人揉捏的软柿子，凡事都看胡进思的脸色，连说话都不敢提高音量。甚至在胡进思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诛杀那些效忠前任国主的老臣时，钱弘处也只是默默地低着头，在杀人的诏书上盖下自己的印章。这种纵容与配合是他执政初期无法抹去的污点。他用别人的命，甚至忠臣的血，来换取胡进思对自己的信任，换取自己活下去的时间。此时的吴越国王宫，连空气的流向似乎都受制于武将的鼻息。胡进思的眼线遍布每一个角落，钱弘处每天的起居、饮食，甚至是哪怕一声多余的叹息，都会立刻传到权臣的耳朵里。面对这种密不透风的监视，钱弘处展现出了一种让人后背发凉的诡异顺从。胡进思提拔亲信，他立刻盖印；胡进思指鹿为马，他连连点头；胡进思在朝堂上顶撞他，他也只是温和一笑，从不反驳。但在这张温驯的面具下，钱弘处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心理重构。兵变像一把烧红的烙铁，在他心里刻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印记。武将的刀既能把你推上王座，也能随时把你拖入地狱。终其一生，他都无法摆脱对骄兵悍将的忌惮。这份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最终也决定了吴越国的命运。胡进思并不放心这个傀儡，为了斩草除根，
他多次带兵逼宫，强硬要求处死被软禁的钱弘宗。在他看来，只要前任国主还活着，就永远是个隐患。在这个关乎底线的时刻，钱弘处没有选择拔剑相向，而是用了一种属于弱者的极致反抗。他挡在宫门前，眼泪决堤般涌出，痛哭流涕地死死拉着胡进思的衣袖哀求。他甚至当场扯下那件象征权力的王袍，哭诉着宁可交出王座，只求换哥哥一条活路。这哭声里有骨肉亲情的本能，但更是一种精准的心理博弈。他看准了胡进思此时根基未稳，还需要自己这个前世血脉来镇抚江东。他的眼泪和退位威胁恰恰击中了胡进思不敢在此刻彻底撕破脸的软肋。最终哥哥保住了命，被秘密转移到了越州的伊锦军严加看护，却也彻底远离了杭州的杀机。钱弘处在位的30年里，他再也没有见过这位亲生哥哥，但他从未断过哥哥的衣食供给，允许他的子嗣在吴越境内入仕，甚至在每年的生辰都会为哥哥送上丰厚的贺礼。这份掺杂着愧疚、忌惮与亲情的复杂心绪，伴随了他一辈子。保下哥哥后，钱弘处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从前。他每天上朝退朝，在胡进思的阴影下做一个乖巧的提线木偶，日子在表面平静的窒息中熬过了整整1年。直到公元948年的秋天，一个消息从胡进思的府中传来，那位权倾朝野的老将背上长了致命的毒疮，卧病在床。钱弘处听闻此事，眼神里没有半点幸灾乐祸，反而浮现出一种让人后背发凉的关切。他开始了针对这位权臣的尽孝。身为一国之君的钱弘处，竟然亲自来到胡府，站在病榻前，为这个拿刀架过自己脖子、废黜了自己亲哥哥的乱臣贼子亲手煎药。沸腾的药罐咕噜作响，白色的水汽氤氲在两人之间。钱弘处低着眉，眼神温和，一口一口地把苦涩的药汁吹凉，送到胡进思的嘴边。躺在床上的胡进思看着眼前这个柔弱的提线木偶，心里升起的不是感动，而是一阵不受控制的恶寒。一个在乱世兵变中活下来的老狼，太懂得什么是真实的杀气了。一个人如果连篡位之辱都能咽得下去，还能微笑着给你喂药，那他的心里究竟藏着怎样一片深不见底的深渊？胡进思猜对了，钱弘处的温顺是一张精心编织的绞杀网。在亲自煎药的表象之下，钱弘处早就摸透了5代十国军阀政治的死穴。底层兵卒只认钱粮，从不讲究家国信仰。他利用自己合法君主的身份，悄无声息地绕过胡进思的监视网，直接将吴越国丰厚的府库财富化作一笔笔隐秘的赏赐，精准地送到胡氏手下的中层将领和基层士兵手中。他不谈大义，只给真金白银这种釜底抽薪的手段，阴毒且致命。就在胡进思卧床的这几个月里，这位权臣绝望地发现，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铁甲卫队，面对钱弘处的指令时动作越来越快，而对自己这个老长官的命令却开始阳奉阴违。原本坚不可摧的兵权正在被金钱一点点融化转移，这是一种不见血的凌迟。钱弘处没有热血上涌的去下达剿灭令，而是用最符合江南水乡特质的方式，如水一般的渗透，慢慢淹死了他的政敌。公元948年的深冬，胡进思在惶恐与毒疮的双重折磨下凄惨死去。到死他都没能找到一个借口去废掉钱弘处，因为这个年轻的国王表现的实在是太完美了。胡进思死后，失去头狼的军阀集团本该掀起新一轮的腥风血雨，但钱弘处的处理方式再次展现了他性格中那种冷酷的克制。他没有大搞株连，也没有将被压抑的怒火发泄在胡家老小身上，相反，他依旧给予胡进思极高的丧葬规格，追封了官职，厚待了他的家人。紧接着，
他以一种异常缓慢、不露声色的节奏，把胡氏一党的残余势力以升迁调任为名，从军队核心位置上一点点剥离。他太清楚了，大开杀戒只会激起新的兵变，只有温水煮青蛙才能在不流血的情况下把权力一点点收回到自己手里。2年的时间像是一场漫长而安静的狩猎。到了公元950年，当最后一名胡氏亲信被调离杭州，钱弘处站在大殿的高台之上，终于真正握紧了吴越国的权杖。回望这3年的隐忍，他自己也该是心有余悸的。他用近乎自辱的退让，换来了一场没有生灵涂炭的权力交接。这种手腕足够高明，也保全了杭州城的安定，但也为他一生的治国理政定下了难以更改的基调。为了活下去，为了守住手里的东西，尊严可以放下，底线可以挪动。他习惯用最隐蔽、不见血的方式，一点点拿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宫墙内的刀光终于散去，可宫墙外的风雨早已蓄势待发。就在他收拢王权的这3年里，中原的政权再次更迭，后汉覆灭，郭威建立了后周，手握重兵的新王朝对南方诸国虎视眈眈。西面的南唐也趁着吴越内乱的间隙厉兵秣马，随时可能挥师东进。内患刚除，外忧已至。他太清楚吴越国的命门了，疆域狭小，无险可守。一旦中原或南唐大举来犯，根本没有周旋的余地。想要守住这片土地，只有2条路：对内强根基，兴农桑，修水利，让江南的粮仓满起来，让百姓的日子稳下来；对外稳中原，用丰厚的进贡，换取北方霸主的庇护，换来不被战火侵袭的安稳。他定下了先稳内政，再谋外交的核心方略，终于把目光投向了宫墙之外的土地。那片养育了吴越百姓的江南水乡，一边是浩瀚东海，一边是狂暴的钱塘江。等待他和这片土地的，有春风，也有躲不开的风雨。如果你在公元950年前后走进吴越国的都城杭州，必定会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当北方的中原大地正被战火烧得十室九空，哀鸿遍野时，这里的港口却千帆竞发，满载着香料、瓷器与丝绸的商船络绎不绝。街市上酒肆林立，坊市井然。西湖之上画舫往来，吴侬软语伴着丝竹之声，在江南的烟雨中飘荡。这份乱世里的繁华，一半来自前世3代君主保境安民的国策，一半来自钱弘处亲手铺就的根基。他下令动用数万劳工，用竹笼装满巨石，硬生生在钱塘江畔修筑起绵延100里的瀚海石塘，挡住了年年吞噬农田、冲毁屋舍的凶猛海潮。海潮退去，原本的盐碱地变成了万亩良田。杭州湾沿岸的百姓终于不用再年年与潮水搏命。他还组织人力大规模疏浚西湖，禁止豪强围湖造田，设置专门的辽湖兵，常年清理湖中的淤泥与水草，让这颗江南明珠不至于干涸淤塞。西湖的水通过新修的河渠灌溉了沿岸数千顷农田，让杭州周边成了旱涝保收的鱼米之乡。在宏大的历史画卷里，这是属于他的高光时刻。他仿佛真的成了一位救苦救难的菩萨国王，用柔弱的肩膀替江南百姓扛起了一片海晏河清。他的仁政不止于此，经历过兵变的血腥，他见不得太多的杀戮。吴越国成了5代十国时期刑狱最宽松的政权，他多次下令宽刑简狱，严禁官吏滥用酷刑，每年的死刑犯不过寥寥数十人，甚至有一年，整个吴越国的死刑犯只有3个人。遇到灾年，他会第一时间下令开仓放粮，减免全境赋税。公元954年，杭州大水，农田尽数被淹，他下令免除百姓当年的全部赋税，打开官仓赈济灾民。公元962年，
吴越全境大旱，百姓颗粒无收。他不仅免除了百姓多年拖欠的赋税，还把官府的粮食借贷给百姓做种子。这些细节是江南百姓感念他的根基。可如果我们把视线从金碧辉煌的王宫、繁华的杭州街市移开，投向水乡深处的茅草屋，投向深海里的采珠船，就会闻到盛世之下令人窒息的血腥味。钱弘处太清楚吴越国的处境了，疆域狭小，三面被强敌环伺，想要在这场群狼夺食的乱世生存游戏里活下去，仅靠海棠和良田是挡不住北方铁骑的。从祖父钱镠那里传下来的生存哲学早已刻进了他的骨血里。花钱买命，善事中原，向谁买？向中原的霸主买。无论是短命的后汉，还是后来威震天下的后周，世宗柴荣、钱弘处的策略只有一个：疯狂进贡。金银首饰以10000两计，上等丝绸以10万匹计，甚至连中原皇帝御用的犀角、象牙、名贵香料，吴越国的使臣都是一船一船的往北方运。公元954年，后周世宗柴荣登基，钱弘处一次就进贡了黄金2000两、白银10000两、绫罗绸缎2万匹，还有无数的犀角、象牙、香料。公元958年，柴荣征南唐大胜，钱弘处又立刻进贡了白银2万两、绸缎1万匹，还有200艘满载着粮草军械的战船。这种金钱外交的规模，放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也是一组让人瞠目的数字。从吴越驶向北方的贡船，首尾相连，绵延数10里，几乎堵塞了整条运河航道。押船的军士们戏称，他们不是在押运贡品，而是在把整座杭州城一船一船地搬往汴梁。中原的君王们收到这笔惊天巨款，自然笑纳了吴越的臣服，大笔一挥，赐予他各种华丽的头衔。钱弘处成功用金钱在乱世里买下了一座没有硝烟的避难所。但这泼天的财富真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当然不是。支撑起这乱世繁华的，除了吴越国通达四海的海外贸易，更多的是吴越国底层百姓被抽干的血汗。吴越国的海外贸易确实是当时南方诸国中最发达的，与日本、高丽、东南亚诸国都有稳定的商路，瓷器、丝绸远销海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可这些利润连同从民间收上来的赋税，最终流向了2个方向：一半一船一船运往中原，向北方的霸主换取边境的和平；另一半砸进了钱塘江的食塘、西湖的河渠、沿海的水田，还有守护国境的军队与兵甲。这是钱弘处一生都解不开的死结。要保境安民，就得先修水利；强军备，就得从百姓手里收税；要让水利和军备有用武之地，就得先向中原进贡，换来不被战火侵袭的安稳日子。没有进贡换来的和平，再坚固的海棠也挡不住北方的铁骑；没有从民间收上来的赋税，他连进贡的筹码、修塘的本钱都没有。为了维持这场用民力换太平的平衡，钱弘处推行了严苛到极致的税收制度。除了常规的田赋、申丁税，连老百姓养一只鸡、养一头猪、捕一条鱼、种一棵桑树，都要缴纳名目繁多的杂税。当时的吴越国民间流传着一句绝望的叹息：鸡豚鱼笋无不复敛。那些送往中原的璀璨珍珠，是无数底层采珠人腰间系着绳索，潜入冰冷刺骨的深海，用憋炸肺腑的痛苦换来的。许多人下去了，就再也没能浮上来。那些铺在北方皇宫里的华美丝绸，是江南织户们熬瞎双眼，在昏暗的织机前不眠不休织就的。当织户交不上沉重的丝税时，等待他们的就是倾家荡产，甚至是卖儿卖女。这就是钱弘处善恶同体的复杂之处。他不像那些暴君一样以杀人为乐，他甚至连杀生都不忍心。他有一种冷酷的理智，把整个国家的底层平民
看作了一场巨大交易中的消耗品。他用千万之户和采珠人的家破人亡，换取了吴越国高层与都城的安宁，换取了这片土地整体的和平。这是一种包裹在金光灿灿的仁政外衣下的敲骨吸髓。对于这种系统性的剥削，钱弘处的内心深处并非毫无波澜。夜深人静时，听着钱塘江的怒潮，他大概也会感到一种无法摆脱的罪恶感。他需要寻找一种方式来洗刷手上的无形血迹，来平复内心对报应的恐惧感。而他从少年时就信奉的佛教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他开始在杭州大兴土木，修建大大小小的寺庙和佛塔，灵隐寺、净慈寺、六合塔、保和塔，这些至今仍矗立在杭州的佛教建筑，大多出自他的手笔。他甚至把自己的王府花园都捐出来建成了寺庙。就在他一边用赋税压榨百姓，一边用仁政安抚民心，一边用金钱向中原买命的日子里，时代的巨轮轰然转动。公元960年，北方传来了一个让钱弘处如坠冰窟的消息：后周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披上了黄袍，建立了一个新帝国。对于五代十国的这些南方割据政权来说，赵匡胤和以往那些只图一时财运的军阀截然不同。这位大宋的开国皇帝不仅手握重兵，更有着吞吐天下的野心。他不需要短暂的臣服，他要的是九州一统，是抹去地图上所有的割据界限。他定下的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像一把巨大的镰刀，正缓缓朝着南方诸国的头顶落下。面对这种降维打击般的政治压迫，钱弘处的反应是本能的战栗，随之而来的是更加疯狂的妥协。他下令将吴越国的府库大门敞开，把原本就已经数额惊人的贡品硬生生又翻了一倍。装满金银、犀角、乳香、绸缎的船队，像一条绵延不绝的血脉，源源不断地从江南水乡驶向大宋的都城汴梁。赵匡胤收下这些重礼，回信时的言辞总是温和宽厚，甚至多次在国书中称呼钱弘处为兵马大元帅，给予他极高的礼遇。但这种温情脉脉的背后，却是一把越悬越低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大宋的铁骑正在南方扫荡群雄，每一次胜利的战报传到杭州，都像是沉闷的丧钟，敲打着钱弘处脆弱的神经。他清楚，金钱买不来永久的和平，他那套花钱消灾的策略正在进入倒计时。这种预知死期却无力回天的窒息感，日夜啃食着他的灵魂。加之为了凑齐贡品，他强加给江南百姓的重税，已经让民间怨声载道，底层采珠人绝望的哀嚎，卖儿卖女的惨剧，化作无数双无形的血手，在梦魇中死死掐住这位国王的脖颈。内心的恐惧与负罪感交织在一起，最终将他更深地推向了漫天神佛的脚下。他下令修建的雷峰塔，在这个时候终于动土开工。这座塔最初的名字叫做皇妃塔，是为了祈福，也是为了安抚他最为宠爱的孙妃。在那个危机四伏的王宫里，孙妃是钱弘处唯一的情感寄托，是他在面对大宋兵锋和民间怨恨时唯一能卸下伪装、短暂喘息的避风港。当夕阳的余晖洒在正在施工的塔基上时，钱弘处常常会独自一人站在远处凝望。这座佛塔的建造规格极高，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最令人震撼的是，他下令匠人特制了数以万计的内部镂空青砖，在每一块砖的孔洞里都塞入了一卷微型的佛经。万砖藏经，这是何等虔诚的壮举，又是何等深重的恐惧。他在怕什么？他怕大宋的屠刀最终落下，斩断钱氏一族的血脉。他更怕自己敲骨洗髓压榨出来的江南财富会化作生生世世无法偿还的业障。他企图用这浩大的佛音去压制北方战场上战马的嘶鸣，他企图用金箔包裹的佛像去遮盖那些
因为交不上私税而在寒冬中冻死的平民白骨，用带血的赋税去铸造慈悲的佛塔，这本身就是五代十国乱世里最荒诞的黑色幽默。钱弘处在佛前长跪不起，泪流满面地祈求国泰民安，但一转身，他签署的依然是向底层百姓横征暴敛的手谕，他的善意永远只停留在神佛的泥塑面前，却吝啬于施舍给脚下那些活生生的人。有一次，雷峰塔的监工呈上增拨款项的奏折，顺便汇报了一个消息：为采办塔基所需的巨石，有民夫在钱塘江畔的采石场被滚落的石块压断了腿。钱弘处沉默了片刻，手中的朱笔悬在半空，但也仅仅是片刻。他想起了高僧德韶曾对他说过的话：依塔镇山河，万民得庇佑。他落下了笔，批准了款项，然后转头吩咐内侍给那位受伤的民夫家里送去10贯钱。做完这一切，他觉得自己已经尽到了人君的本分，心中那点不安便随着下一卷佛经的展开悄然消散了。时间就这样在诵经声与赋税的催逼声中熬到了公元974年。赵匡胤的耐心终于耗尽，大宋的军队在扫平了南方的残存势力后，终于将锋利的矛头指向了江南最富庶的2块土地。但赵匡胤并没有直接对乖巧听话的吴越国动手，而是把目光锁定在了吴越国的邻居，由慈帝李煜统治的南唐。这年秋天，汴梁的一纸诏书像催命符一样送到了杭州的王宫。赵匡胤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命令钱弘处立刻出兵，从侧翼进攻南唐，配合宋军形成夹击之势。唇亡齿寒，这是一个连3岁小孩都懂的道理。南唐一旦覆灭，吴越国就会彻底失去西面的屏障，成为大宋案板上一块孤立无援的肥肉。大殿之内死一般的寂静，吴越国的武将们双眼猩红，文臣们浑身发抖，所有人都在等待坐在王座上的那个男人做出决定。这是一场拷问灵魂的抉择。如果出兵，就是亲手拔掉自己的最后一道护栏，给大宋递上一张染满邻国鲜血的投名状。如果不遵旨，大宋的铁骑随时可能调转马头，将杭州城夷为平地。在漫天神佛的注视下，那个自诩仁慈，连蚂蚁都不忍心踩死的菩萨国王缓缓抬起了头。他的眼中没有了诵经时的悲悯，只剩下如同野兽般冰冷的求生欲。在这个决定千万人命运的瞬间，他将做出一个让所有将领寒心，也让历史为之侧目的决定：出兵。大殿之内的寂静最终被吴越国老将们悲愤的叩首声打破。武将们跪伏在地，额头磕在冰冷的青砖上，渗出殷红的血丝。他们声泪俱下地陈述着那个亘古不变的常理：南唐若是倒下，大宋的下一个目标必是吴越。此时出兵，无异于为虎作伥，自掘坟墓。朝堂之上，反对声最激烈的是吴越国的丞相神虎子。这位辅佐了前世3代君主的老臣，一字一句地对着钱弘处说道：南唐是我们的藩蔽，大王今日祝宋灭唐，就像是亲手拆掉自己家的藩篱。他日大宋挥师南下，大王还能用什么来抵挡？神虎子的话像一把尖刀，直刺钱弘处的内心，可他只是沉默着，没有回应。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朝堂辩论中，一封来自南唐都城金陵的绝密信件被送到了钱弘处的案头。写信的人正是与他隔江相望，同样被大宋逼入绝境的南唐后主李煜。这位以词风婉约闻名天下的帝王，在信中放下了所有的尊严与架子，字字泣血地恳求钱弘处：大宋贪得无厌，你我本是同根生长的江南文脉，若南唐覆灭，吴越岂能独活？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这句刺骨的质问再次直逼钱弘处的灵魂深处。只要他点一点头，
两国联手，借着长江天险，或许还能在这乱世的夹缝中再多喘息几年。但钱弘处的眼神中没有升起半点同仇敌忾的火焰，他甚至没有在私下里回哪怕一个字，相反，他原封不动地将李煜的这封求救信派快马加鞭直接送到了汴梁，送到了赵匡胤的龙书案上。也许在那一刻，他心中甚至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这位只知填词作赋，被后人称为词帝的李后主，到死都没能读懂这个世道的规则。在这个刀剑说话的修罗场里，一首泣血的绝命词远不如一船沉甸甸的贡银有分量。眼泪换不来的生机，真金白银可以。这份精算里没有半分犹豫，也没有半分情面。在钱弘处的生存逻辑里，当猛虎张开血盆大口时，试图和邻居手拉手抵抗是徒劳的，唯一的活路是抢先一步把邻居推入虎口，以换取猛虎片刻的饱腹感。他用南唐的国运和李煜的性命替自己交上了一份最具分量的投名状。紧接着，他罢免了极力反对出兵的神虎子，换上了主张依附大宋的崔仁济为丞相。朝堂之上，再也没有人敢反对出兵的决定。公元974年的冬天，吴越国动员了5万精锐大军。这些士兵穿着由江南之户血汗换来的精良铁甲，拿着耗尽国库打造的锋利兵刃，没有去保卫自己的家园，而是浩浩荡荡地开赴战场，把屠刀挥向了同样操着吴侬软语的南唐同胞。在进攻常州和润州的战役中，吴越军队爆发出了令人心惊的战斗力。南唐守军原本以为腹背受敌，只会遭遇象征性的牵制，万万没料到，吴越军的攻势如同疯狗一般狠辣，城门被撞碎，无数南唐将士倒在血泊中。吴越军为什么打得这么卖力？因为钱弘处下达了死命令，他需要用南唐士兵的人头去向北方的赵匡胤证明自己的忠诚。在丛林法则的绞肉机里，弱者为了向强者献媚，往往会对同类施展出最残忍的手段。当常州的城墙被鲜血染红，当南唐百姓在战火中流离失所时，身在杭州王宫里的钱弘处在做什么呢？他依然每天沐浴更衣，在佛堂前点燃名贵的沉香，手敲木鱼，闭目诵经，梵音袅袅，掩盖了数百里外同胞的惨叫。他试图用佛经的慈悲来洗涤自己灵魂上的污垢，但这正是钱弘处身上最深沉的悲剧性与虚伪感。他的双手从不直接握刀，却隔空操控着一场血流成河的屠杀。他为了保全自己治下几百万子民的安宁，冷酷地献祭了邻国千万生灵的生命。这种将善与恶、慈悲与残暴缝合在一起的撕裂感，构成了他在这场时代死结中最阴暗的心理画像。最终，大宋军队与吴越军队成功会师，攻克了金陵，南唐宣告覆灭。消息传回杭州的那天，天空中飘着凄冷的阴雨。南唐后主李煜脱下龙袍，肉袒千阳，成了大宋的阶下囚，在风雨中踏上了押往汴梁的不归路。钱弘处站在新建成的佛塔上，眺望着西面的金陵方向。吴越国的朝野上下都在为这场胜利弹冠相庆，庆幸大宋的封赏即将到来。但站在高处的钱弘处心里却涌起了一阵刺骨的冰凉。他如愿以偿地把邻居喂了老虎，可是挡在吴越国前面的最后一道屏障也随之倒塌了。放眼望去，整个江南乃至整个天下，只剩下他孤零零地面对着那个庞大、饥饿且深不可测的宋帝国。大宋的封赏如期而至，金银财宝堆满了吴越的朝堂。赵匡胤甚至封他为尚书令，赐予他剑履上殿的特权。但这些赏赐在钱弘处眼里更像是死囚上路前的断头饭。就在他夜夜失眠，等待着那柄悬顶之剑落下时，赵匡胤发出了一道旨意，邀请他前往汴梁共赏汴京春色。
并且以皇家的名义起誓，只要他入朝，必定会让他平安返回杭州。这是一场摆在明面上的鸿门宴，去必定九死一生。南唐后主李煜此刻正在汴梁城里受尽屈辱，不去，大宋的铁骑立刻就会以不臣之名踏平江南。吴越国的朝堂上再次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跟随钱氏家族打天下的老将们红了眼睛，拔出腰间的佩剑，重重砍在殿柱上，泣血死谏。他们要求据守钱塘江天险，与大宋鱼死网破。在这些武将看来，钱氏祖训是保境安民，既然保境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但面对将士们的怒吼，钱弘处的沉默中不仅仅有怯懦，更因为他的脖子上套着一条名为家族遗训的百年枷锁。早在吴越国开国之初，他的祖父武肃王钱镠就曾留下过那道极具前瞻性却也无比沉重的死命令：善事中原，如遇真主，一速归附。这条为了保全钱氏血脉的政治遗言，此刻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违背将领是恶，但抗拒祖训是不孝。在这场伦理与权力的双重死结中，他骨子里的怯弱，或者说是他那套冷酷的精算哲学，再次占据了上风。他拒绝了抵抗。出发前，他跪在祖父的墓碑前，痛哭流涕，仿佛在提前为自己即将丢掉祖宗基业的行为忏悔告罪。随后，钱弘处带着妻儿家眷以及满船的金银珠宝，踏上了前往汴梁的官船。这是吴越国3代君主第一次踏入中原王朝的都城。汴梁这座宏伟的帝国心脏，像一头张开巨口的怪兽，吞噬了他仅存的自尊。赵匡胤用前所未有的礼遇接待了他，不仅让他的儿子与皇子们称兄道弟，还在宴席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称呼他为皇叔。这种无上的恩宠让钱弘处受宠若惊，却也坐立难安。他在汴梁的每一天都活在惶恐之中。他一次次地向赵匡胤上书，请求免去自己兵马大元帅的头衔，请求降低自己的礼遇，只求能平安返回杭州。2个月后，赵匡胤真的答应了他返回杭州的请求。临行前，赵匡胤亲手交给他一个用黄褐色绸缎包裹的锦盒，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嘱咐他，务必在回程的船上再独自打开。带着对未知的战力，钱弘处的官船驶入了大运河。江面上雾气弥漫，湿冷的水汽渗透进华丽的船舱。钱弘处僵坐在卧榻上，死死盯着那个沉甸甸的锦盒。他颤抖着挑开了封泥，掀开盒盖，里面没有奇珍异宝，也没有安抚的诏书，而是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几十卷奏折。他随手抽出一卷展开，只看了一眼，便觉得五雷轰顶，浑身的血液仿佛瞬间被抽干。这些奏折全部是大宋朝廷重臣们的亲笔上书，字里行间杀气腾腾，无一例外都在向皇帝死谏。钱弘处此番入京，正是天赐良机，绝不可放虎归山，必须立刻将其扣押，并借机发兵荡平吴越。几十份奏折，几十把架在脖子上的无形钢刀。看着这些刺目的墨迹，钱弘处终于读懂了赵匡胤那深不见底的帝王心术。赵匡胤是在用满朝文武的杀气向他展示大宋碾碎吴越的决心，同时又用放他回国这一举动，暗示着这柄屠刀目前全凭皇帝的一丝人念悬在半空。这是一种摧枯拉朽的心理震慑。黄褐色的锦盒就像一个黑洞，吞噬了钱弘处心中仅存的一丝侥幸。他瘫倒在船舱里，听着江水拍打船舷的闷响，知道自己和吴越国的气数已经走到了尽头。猎手收起了弓箭，因为猎物已经被彻底吓破了胆，正准备自己把脖子套进绞索里。回到杭州后的钱弘处仿佛丢了3魂7魄，他对大宋的感恩戴德到了近乎偏执的地步。每次收到汴梁的诏书，他都要沐浴焚香，
穿上最正式的礼服，恭恭敬敬地跪拜接旨。他向大宋进贡的财物比之前更加丰厚，几乎掏空了吴越国的府库。可命运的玩笑总是来得猝不及防。就在他回到杭州的同一年，北方传来了一个震惊天下的消息：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在那个留下千古谜团的浮生烛影之夜猝然崩逝。他的弟弟赵光义在风雪中登上了帝位，史称宋太宗。对钱弘处来说，这不仅不是喘息的转机，反而是更深沉的噩梦。如果说赵匡胤是一位还讲究几分帝王气度的阳谋家，会用誓言和礼遇给臣服者留一丝体面，那么在猜忌中上位的赵光义就是一个阴质多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暗影猎手。他要的从来都不是表面的臣服，而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一统。而就在这一年，他生命中唯一的精神寄托孙妃在杭州病逝。接连的打击让钱弘处的精神世界几乎崩塌。他下令加快雷峰塔的修建进度，他要为逝去的爱人祈福，也要为自己摇摇欲坠的人生寻找最后的精神支柱。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公元978年的春天轰然落下。这年4月，割据漳泉两州的陈洪进在赵光义的步步紧逼之下，被迫将自己治下的两州14县全部献给了大宋，史称全漳纳土。消息传到杭州，钱弘处手里的佛珠第一次掉在了地上。他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了。漳泉之后，整个南方就只剩下吴越国这最后一个割据政权。赵光义已经撕开了最后的温情面纱，他要的是完整的江南版图，没有任何例外。留给吴越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很快，新皇的旨意送到了杭州，一道不容置疑的命令，召吴越国主钱弘处即刻入汴梁朝觐。这一次，没有了赵匡胤的平安誓言，也没有了温情脉脉的邀请，只有不容置疑的命令。吴越国的朝堂上再次响起了武将们的死谏声。可钱弘处心里清楚，这一次他再也没有退路了。他拒绝了所有抵抗的提议，并且下达了一道让所有将士心如死灰的命令：全面收缴前线将领的兵符，严禁任何形式的军事调动与防御工事修筑。这是一种没有硝烟的背叛。他用一道指令亲手抽干了吴越国积攒100年的武勇之血。老将们捧着被强行收缴的兵符，跪在宫门外放声大哭。那哭声穿透了江南的雨雾，是对一个软弱君王的绝望控诉。钱弘处坐在高墙之内，听着外面的痛哭，闭上眼睛，手指飞快地拨弄着佛珠。他背弃了那些愿意为他赴死的忠臣，但他心里有一套足以自洽的宏大叙事。他是在用军人的耻辱去换取千万百姓免遭屠城之灾。大善与大恶，怯弱与慈悲，在此刻轰然相撞，难分彼此。这种自我麻醉让他心安理得地再次踏上了前往汴梁的孤舟。这一次，他再也没有了上一次的礼遇，迎接他的是无处不在的监视和赵光义步步紧逼的施压。他一次次的上书，请求免去自己的王爵，请求解除所有的职务，只求能返回杭州，都被赵光义温和地拒绝了。他被困在了这座北方的都城，像一只被关进笼子里的鸟。汴梁的风没有杭州的温润，只有刺骨的寒意。他身边的丞相崔仁济看着日渐憔悴的钱弘处，终于说出了那句最残忍也最清醒的话。朝廷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大王如果不速速纳土归宋，大祸就要临头了。钱弘处沉默了。殿外的汴梁风雪隔着窗棂吹进来，带着刺骨的寒意。他想起了30年前那个兵变的深夜，想起了5代半个多世纪里14位君主里8个死于非命的惨剧，想起了祖父钱镠刻在铁卷上的那句祖训：如遇真主，一速归附。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崔仁济说的是实话，他已经没有任何筹码了。但他的沉默里不只是对死亡的恐惧，还有藏了30年的清醒。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天下已经分裂了200多年，战乱从未停歇，百姓从未安生。分裂的乱世终有终结的一天，而大宋就是那个终结乱世的真主。抵抗或许能换来一时的体面，能守住一时的江山，但吴越国狭小的疆域终究挡不住天下一统的大势。一旦开战，杭州城免不了屠城的命运。钱氏一族也会像历代亡国之君一样，满门抄斩，断了100年香火。而主动纳土，他丢的是帝王的尊严，是祖宗的基业，换来的是江南100万生民的太平，是钱氏一族脱离帝王家轮回死局的生路。他最终做出了决定。公元978年5月初1，汴梁城的崇政殿内上演了中国历史上最憋屈却也最体面的一场权力献祭。没有金戈铁马的厮杀，没有城破人亡的哀号，5位大宋重臣居高临下地站在御阶之上，冷漠地注视着阶下的来人。50岁的钱弘处脱去了象征诸侯王的衮服，换上一身素白的布衣，手里捧着几卷沉甸甸的黄卷，双膝一软，重重地跪伏在冰冷的青石板上。他举过头顶的是吴越国13州86县的完整版图，是550700户江南百姓的集册，以及115000名士兵的兵符。钱氏3代人经营近100年的江南基业，在这一跪一叩首之间荡然无存。史书上用4个字轻描淡写地概括了这震撼人心的一幕：纳土归宋。宋廷的官员们窃窃私语，有人面露嘲讽，觉得这个南方来的亡国之君实在软弱的可笑，连一点帝王的骨气都没有。在崇尚武力的五代十国遗风中，这种不战而降的举动堪称奇耻大辱。但远在千里之外的杭州城却是另一番景象。当钱弘处北上献土的消息传开，数以万计的江南百姓涌向钱塘江畔，涌向雷峰塔下。他们没有唾骂这个丢掉江山的君主，反而迎风落泪，沿途焚香跪拜。为什么？因为在这片乱世的废墟上，老百姓见过太多为了捍卫皇权而拉着全城人陪葬的疯子。金陵城破时，南唐军民死伤无数，长江水为之赤红；后蜀覆灭时，成都府被洗劫一空，哀鸿遍野；南汉亡国时，广州城被战火焚烧殆尽。唯独吴越国因为钱弘处这种丧失底线的软弱与妥协，让杭州城免遭了屠城之灾。100万江南生灵的头顶上没有落下一滴战火的灰烬，街市照样繁华，男耕女织的炊烟依旧升腾。但这真的是一场悲壮的大义凛然吗？如果我们拨开他那看似慈悲的伪装，钱弘处做出决定的那一刻，内心最深处的驱动力依然是对大宋屠刀的恐惧，以及保全钱氏宗族100口人命的自私精算。但这正是历史最荒诞也最让人感慨万千的地方。一个怯懦君王为了自保而做出的极致妥协，却阴差阳错地保全了13州55万户生灵的性命。他动机里的悲切与自私，最终却结出了救世的伟大善果。纳土归宋后的钱弘处，在汴梁城里度过了他人生中最漫长也最压抑的10年。大宋的朝廷给了他极高的物质待遇，他的府邸占地广阔，赏赐的绢帛和金银堆积如山。他的头衔也像走马灯一样不断变换，从淮海国王、汉南国王、南阳国王，一路封到了许王、邓王。在世人眼中，这是一个识时务者应得的荣华富贵，但在高墙深院之内，钱弘处却活成了一只惊弓之鸟。失去权力和领土的护佑，他的每一次呼吸都暴露在赵光义密探的视野之中。汴梁城的风雪比杭州的雨季更加刺骨，吹得他常年犯咳疾，也吹得他心里那点对江南的念想越来越重。他身边的钱氏宗亲也大多在谨小慎微中度日，
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结交朝臣，甚至连家宴的规格都要严格控制，生怕触动了皇帝那根多疑的神经。他把所有的思乡之情都藏在了无人看见的深夜里。每次有江南的使者入朝，他都会平退左右，单独召见使者，不问朝堂之事，只问钱塘江的潮水涨落，西湖的柳色青了又黄，雷峰塔的塔身有没有修缮，甚至会让使者带一把杭州西湖边的泥土回来，放在案头，一看就是一夜。他依然保持着诵经的习惯，每天清晨都会抄一卷佛经，抄完之后用锦盒封好，托人送回杭州的雷峰塔供奉，就像他还在杭州时一样。为了打消皇帝的疑虑，他先后4次上书，请求辞去自己的王爵，请求解除所有的虚职。最后一次甚至只请求保留一个闲职，放他回到杭州，做一个普通的江南百姓。可每一次赵光义都用温和的言辞拒绝了。赵光义太清楚了，把这只曾经的江南之主放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才是最安全的。只要他还活着，只要他体内还流淌着吴越国王族的血，他就是江南旧部心中一个潜在的符号。对于赵光义这样在猜忌中稳固皇权的人来说，这种符号就是必须被抹除的隐患。4次请辞被拒，钱弘处终于彻底明白了，他这辈子再也回不去杭州了。为了活下去，他开始了一场长达10年的拙劣表演。他拼命地展现自己的昏庸与贪婪，疯狂的敛财，在府邸里大修园林，甚至为了几件上好的玉器与商贾讨价还价。他试图向高高在上的皇权证明，我只是个贪图享乐的废物，我没有野心，我毫无威胁。但历史的死结在于，你越是完美地融入废物的角色，主宰者就越觉得你城府极深。公元988年的秋天，钱弘处迎来了自己的60岁大寿。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60是一个甲子的轮回，是人生中极为重要的节点。但对钱弘处而言，这却是一道催命的符咒。寿辰当天，赵光义展现出了浩荡的皇恩，特意派遣内侍带着御赐的珍馐美馔和一壶上等的御酒前往钱府祝寿。当晚的汴梁城月色凄冷，钱府上下张灯结彩，但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掩饰不住的惶恐。钱弘处换上了一身华丽的绛红色锦袍，步履蹒跚地走到庭院中央，面向皇宫的方向叩首谢恩。内侍笑吟吟地端起那壶御酒，斟满了一杯金樽，递到钱弘处的面前。那杯酒在月光下泛着幽暗的光泽。60岁的钱弘处抬起头，浑浊的目光越过内侍的肩膀，看向了遥远的南方。那片他曾经统治了30年的土地，有钱塘江的怒潮，有雷峰塔的梵音，也有无数被他压榨过却最终因他而活下来的江南百姓。他知道这杯酒里藏着什么。10年的悬心等待，终于到了清算的一刻。没有挣扎，没有质问，他用一双苍老而颤抖的手接过金樽，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当天深夜，曾经的吴越国主钱弘处在剧烈的痉挛与痛苦中暴毙于汴梁的床榻之上。大宋朝廷对外宣布的死因是突发风疾。赵光义甚至为了表达哀悼，宣布废朝2日，追封他为秦国王，赐谥号忠义。一场充满血腥味的死亡被包装成了一出君臣相得的哀荣大戏。钱弘处用生命中最后一次妥协，替自己的苟活画上了句号，也用这种惨烈的方式彻底斩断了皇帝对钱氏家族最后的一丝忌惮。关于他的死因，千百年间一直众说纷纭。正史只记载了他的暴毙，没有提及毒酒，但后世的史学家大多倾向于他死于赵光义的毒杀。毕竟在他之前，同样是降王的李煜、孟昶都以相似的方式死在了汴梁的深宅大院里。但无论真相如何，他的一生都在这一刻落下了帷幕。回望钱弘处的这一生，
我们究竟该如何去定义它？故事讲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回答开篇时抛出的那个悬念：为什么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被骂过的亡国之君？答案从来不是他完美无缺，更不是他没有丢掉江山，恰恰相反，他满身都是洗不掉的污点。如果我们拿着道德的放大镜去审视，他自私自利，踩着亲哥哥的政治尸骨上位，他冷酷残忍，为了维持乱世的平衡，不惜把千万江南之户和采珠人逼上绝路。他背信弃义，在唇亡齿寒的关头，从背后捅了盟友南唐致命一刀。他更是软弱到了骨子里，面对一统天下的大事，连拔剑的勇气都没有，一剑不发地交出了祖宗基业。但他打破了中国古代亡国之君的二元宿命。过往的亡国之君，要么是荒淫无道的昏君，亲手把江山作没，被钉在耻辱柱上；要么是宁为玉碎的暴君，拉着满城百姓为自己的帝王尊严殉葬，只留下一声叹息。唯独钱弘处，用他那令人齿冷的软弱，替江南挡下了最致命的屠刀。他用一家一姓的王权陨落，保全了13州55万户生灵的性命。他用江南的财富，在乱世中硬生生撑起了一个文化的避难所。江南的烟雨文脉没有断在战火里，日后大宋王朝最富庶的经济与文化中心也在这里扎下了根。历史是最残酷的账房先生，他不看你的初衷，只看最终的落点。江南百姓之所以没有骂他，是因为老百姓不在乎朝廷姓钱还是姓赵，他们只在乎自家的房子有没有被烧毁，自己的妻儿有没有被屠戮。钱弘处用他的一生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极致复杂。他是一个怯懦的暴君，也是一个残忍的菩萨，而命运也给了他最诡异的回报。他虽然暴毙于汴梁，丢了江山，但被他竭力保全的钱氏家族却在随后的1000年时光里枝繁叶茂，文脉不绝。从宋代的钱维演，到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再到近现代的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钟书，这个被亡国之君用屈辱换来的家族，最终成为了闪耀中国历史星空的名门望族。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喜欢在历史中寻找那些光芒万丈、宁死不屈的英雄，我们歌颂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我们赞美那些敢于和命运硬碰硬的勇士。但钱弘处的故事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背负着骂名，在泥沼中匍匐前进的生存哲学。感谢你今晚的陪伴，希望这个关于隐忍与重生的故事能给你带来一丝面对明天的力量。夜深了，外面的风雨再大，也请安心入眠，晚安。